你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？打开投资账户，看到 VIT、VOO、VTSAX 这些代码，心里面想，这不都是投资股市吗？到底有什么区别？然后你去网上搜了一下，有的人说必须买 ETF， 还有人说基金更好。就是越看越迷糊啊！更加要命的是呢，如果你选错了，很有可能会亏钱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，加上真实案例，帮你一次性搞清楚基金和 ETF 到底哪个好，那怎么选呢才合适自己？还是放个免责声明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好，那我们在开始对比之前呢，先解决一个盲区啊，就是很多人说我要买基金，但是没有搞清楚基金这个词啊，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。就像我们买衣服，你是去实体店买呢，还是网购？这个呢，就是说你在哪里买，对吧？还有呢，就是你是要买睡衣呢，还是买工作服？这个呢，就是说你要买什么样风格的衣服。那基金也是一样的，它其实也有两套的分类方式。第一套呢是按照结构分类，就是说它是怎么成交的。像是 mutual fund 共同基金啊，它一天只会在盘后出一个价格，那有点像说你下单了之后，要等到他们晚上统一帮你算账，然后成交。但是 ETF 呢，它就有点像股票，它可以随时交易，价格是一直在变的，你点击了之后，它就能马上成交。所以说这个分类下面呢，基金就是一天一个价格， ETF 呢就是像股票一样实时交易。还有一类呢是按照策略来分的，像是指数基金 Index Fund， 它就是跟踪大盘指数的，属于被动投资。那相对应的主动基金 Active Fund 呢，就需要基金经理来主动挑选股票。但是这两套分类呢，它是可以交叉组合的，就像说你可以在网店上面买正装，也可以在实体店里面买睡衣。像是共同基金呢，它就有主动型的基金和指数型的基金，代表的呢，像主动型的就是 Fidelity 的 Country Fund， 这个 fund 不错的。指数型的话呢，像 Vanguard 的 VTSAX 也是比较著名的。那 ETF 呢，它属于交易型的基金，那主动型呢，就是非常有名木头姐的 ARKK 啊。指数型的话呢，跟踪美股大盘的是VTI。所以你看 VTSAX 跟 VTI 它们全是指数型的投资策略，追踪的也都是美国整体股市的市场表现，投资的东西完全一样，只是买卖的方式不同而已。那我们平时自己投资，还有我频道里面讲的最多的呢，也是这种指数型被动式的投资方式。巴菲特也一直在强调，绝大多数投资人最好的选择呢，就是长期持有低成本的指数基金。所以这一集呢，我们就专心的比较指数型的共同基金和指数型的ETF。 至于主动型的 ETF 啊，或者是共同基金，里面的故事就更多更精彩了，我们之后会单开一集来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有什么共同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投资目标基本上是相同的，都是跟踪同一个指数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费用都很低啊，那管理费用呢，像是 0.03%、0.05% 啊，就是相差无几。就以之前的 VTSAX 跟 VTI 做举例的话，跟踪的呢全部都是全美市场的指数，买的股票几乎一样，然后费用的话，一个是 0.04%， 一个是 0.03%。而且呢，他们的长期收益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如果说你拉到10年来看的话，收益差距是小于 0.1% 的，并且呢，不管你选哪个，基本上都可以获得市场的平均回报。而且有数据显示，他们是能够跑赢 80% 的主动管理的基金经理人的。那你说既然他们都差不多，为什么还要纠结是买基金呢，还是买 ETF 呢？那我接下去会说他们之间的主要的一个区别，这个对于你的投资的目标来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第一个不同呢，就是他们交易方式的灵活性。比如说是2020年疫情的时候，美股出现了熔断，那如果说你是 ETF 的话，当天早上开盘看到市场不对，你就可以直接卖掉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买的是共同基金，你即便你下单说我要卖掉，它也只能以最后的收盘价帮你成交。那有些时候呢，可能是开盘价跟收盘价的差额不大，但是有些时候，比如说像这边，他们之间差额就有 5%， 甚至有一些极端情况，它如果一路卖下来的话，甚至可以到 7%。如果你只能看它这样子一路跌下来的话，还是挺痛苦的。还有一个呢是 ETF， 它可以设止损单，比如说像市场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它有一个回撤，然后继续上涨的时候，那我为了保护我的盈利，我设一个这边的跳空点作为止损。那它如果继续涨上去，我可以吃这波盈利；如果它跌下来的话呢，那我可以及时的止盈，对吧？那
这个时候比如说出现了黑天鹅事件的时候，它出现一个跳空下跌，我可能这个时候正在上班，跳空的时候就触发到了我的这个止损单，也就是216这个区域的时候呢，它就直接以当时的价格也就是215卖掉了。但是如果说我买的是共同基金，可能要等到收盘价就是213才能交易了，这还是你看到了情况。如果工作忙没有看到，可能过个几天那又是10%的亏损。设止损单的好处呢，就是说你设完了之后，你就不需要去反复的盯盘了，你可以让它自动的帮你获利了结。总结一下呢，就是共同基金的话，它的交易时间只有每天的收盘后，那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下单，它只有在收盘后才会帮你算。ETF 的话是交易时间随时你可以买卖的，甚至有盘前和盘后的交易。价格方面呢，共同基金的话，它就只有当天的净值进行成交，也就是当天的收盘价。但是 ETF 的话呢，随时随地只要市场的价格都可以，你甚至可以限定某个价格进行交易。风险方面的话，共同基金它是没有办法设止损单的，你就没有办法自动的止损或者止盈。但是 ETF 它跟股票一样的，你可以设置止损止盈都可以啊。所以这么看下来的话呢，基金的话它真的只适合于长期的持有，你不盯盘就让它一直放在那边放个几年的时间。ETF 的话呢，更加适合那些可以主动管理的波段交易的操作。第二个差别呢，就是投资的门槛。比如说你刚刚开始投资，那手里有个钱100的500的，想开始学投资的话，共同基金呢就对新手不是特别友好啊。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VTSAX， 它的最低起投额度呢就是$2500。这个时候你说我要以500块钱开始的话，就有点难度了。然后如果你买 ETF 的话呢，可以选择的范围就很多了。比如说 VTI 它一股现在是337或者说你要买纳斯达克前100的指数 QQQ， 它虽然价格比较贵是625，但是你可以买 QQM， 它们最终的指数是一样的，价格只是257，那你手上的500完全可以就买2股 QQM。而且很多券商呢，它都支持就是零股交易，你甚至可以说我就花50块钱买个0.2%的 VTI 都可以。当然了，现在有一些共同基金它也是0元起投门槛，特别是一些退休规划的共同基金啊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吧，它 ETF 呢对于小额投资者会比较友好一些。接下来呢是这期最关键的一段，如果说你今天就记住一件事情，就记住这一条，在应税账户里面，就是普通的券商账户当中， ETF 的税务优势非常非常大。很多人投资的时候明明赚了钱，但是呢税务上面就被吃掉了一大块的收益。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老王投资了一只热门的共同基金，一整年都没有卖过一股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呢，他就收到了基金公司给他的1099税表，上面写着应计资本利得分配是$4800。老王就懵了，我没有卖啊，为什么要交税呢？然后他就给基金公司打电话，然后给他的解释呢，就是说，先生，虽然你没有卖但是今年呢，有很多其他投资者赎回的基金，所以基金经理为了支付赎回的资金，就被迫卖出了股票，产生了资本利得。那根据法律呢，这笔资本利得要分摊给所有的持有人。老王就直接傻眼了，我钱没有放到兜里，还要帮别人交税，而且这还是短期的资本利得。按照普通上班族的税率档次的话，4800你就要交1000多的税，这个呢就是幻影收益。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？其实共同基金它就像一个大的水池，很多人呢往池子里面加水，就是买这些共同基金，但是同时呢也有人要赎回，就是从这个池子里面把水摇出来。在市场上涨的时候呢，这个基金里面股票就涨了很多，有大量的浮盈。但是如果说碰到了下跌的市场，很多人就会恐慌，然后进行大量的赎回。那基金经理为了给这些人现金呢，他就不得不把池子里面这些盈利的股票都卖掉。那卖股票所产生的利得呢，就必须分摊给所有剩下的投资者，即便说你什么都没做，也要替别人的行为买单。那 ETF 的结构呢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它更加像是一个个独立的礼盒。你想买呢，就在交易所找另外一个投资人，你卖给我，我买你的。你想卖呢，也是把你这个 ETF 的份额卖给下一个愿意接手的人。整个过程当中呢，这个内部的股票通常不会因为你的买卖会跟着卖掉或者买入，
这样呢也不会产生那种必须分配给大家的资本利得。所以说你就会发现，你用 ETF 买卖的时候，税务上是很干净的，你只需要为你自己卖出的盈利交税，不会因为别人的动作你被牵连。举个例子啊，同样是追踪美股整体指数的 VTSAX 呢，它每年基本上都会有分配的资本利得，但是 VTI 的话呢，它很多年份资本利得分配都是0，如果你不买卖它的话，那不是说 VTI 它更加神奇啊，而是说它这个结构呢更加不容易触发应税事件。所以在普通的券商账户当中呢， ETF 它的税务效率通常是压倒性的优势。最后说一下大家关心的交易成本啊，其实目前的话，很多券商这边很多的交易费用都免了，像是共同基金，原先的话它的申购费最高要到 5.75%， 目前的话大部分这边全部免掉了，那 ETF 更加是没有申购费用了。管理费呢，共同基金特别是指数追踪的被动基金，它的费用是很低的，你可以选低的买，像 0.04% 啊，高的话也就是 0.5%， 那 ETF 就会更加低一点了。佣金的话呢，多数券商也是没有的，特别是美国这边的券商，买卖差价，共同基金它就是一个盘尾价，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区别。那 ETF 呢，主流的一些大盘的 ETF， 比如说 SPY、QQQ、VOO 这些的话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价的，非常非常小。但是如果你买些非常小盘的 ETF，可能会有差价，因为它的流通性非常小。所以新手呢，建议就买大盘的 ETF， 挑大的买，比如说对标标普500的 VOO、SPY， 对标全市场的 VTI， 对标纳斯达克100的 QQQ、QQQM 都是可以的。好，讲完了4个差异了之后呢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到底应该选共同基金呢，还是 ETF？ 那答案呢，不在于说产品本身，而是说你的账户类型。如果说在你的退休账户里面，比如说是 IRA、401k， 甚至于是 Roth IRA， 因为这些账户呢，它已经免税了，根本不用担心之前的税务的问题。所以在退休账户里面呢，共同基金跟 ETF 都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共同基金。因为共同基金呢，它可以设置自动定投，比如说我选定一个共同基金，然后每个月15号它就自动扣款、自动买入，只要我一旦设置好了之后呢，全程就不用管了，完全躺平。过个3-5年回来一看，呀，账户已经利滚利好多钱了。而这个时候呢，大部分的 ETF 都需要你手动操作的，比如说我每个月想买500块钱的 ETF VTI 好了，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市场正好有波动，你可能就会犹犹豫豫，如果碰到市场下跌了，你反而不敢买。但是呢，大跌之后通常伴有大幅的反弹，如果说你错过了1年当中最好的10天的话呢，你的整体收益呢会差一大截。有研究表示，自动定投的坚持率呢是 85%， 手动定投的坚持率只有 42%， 所以在退休账户里面呢，选共同基金会更加省心一些。那如果说你是在普通的券商账户里面投资的话，那这种账户里面你赚的钱都是要交税的。那还记得之前的这个换影收益的问题吗？这个在应税账户里面就是非常致命的问题了。所以在普通的券商账户当中，强烈推荐 ETF， 它的税务效率高，交易更灵活，门槛也更低。那你说，我能不能2个都选啊？当然是可以的啦。比如说你一个账户是 401k 的退休账户，那你就每个月定投一笔钱，买一个指数基金，然后完全自动化，不用管了。还有一个呢，是你的个人券商账户，就是你每年都要付税的嘛，你也可以长期的投资一些大盘指数，比如说是 VTI， 或者说是市场下跌的时候抄底一些 QQQ 啊 VOO 都是可以的。这样做的好处呢，就是你退休账户里面你可以用共同基金，然后实现自动化的一个定投，但是在应税账户当中呢，你就用 ETF 享受到比较好的税务优势和你需要的灵活性，就是两全其美啊。最后说一下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认为 ETF 的收益肯定会比共同基金高，其实不是的。他们如果跟踪同一个指数的话，长期收益几乎是一样的。选 ETF 呢，是因为它的税务和灵活性上的优势，而不是因为它的收益率。还有个误区呢，是觉得共同基金它都要收申购费。其实现在目前很多指数基金它都免去了这个申购费。如果说你看中的某只基金它有申购费的话，你就换另外一个呢，反正是追踪同一个指数的，东家不行选西家，
第三个误区呢，我之前也提到，就大家认为 ETF 它能够随时买卖嘛，所以说流通性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呢，其实像我反复强调呢，你要看是哪一只 ETF。如果说是主流的 ETF， 比如说美股大盘的 VOO、SPY、QQQ、VTI，这些流动性都非常好。但是一些小众的 ETF 啊，比如说你追那种新兴板块的，那可能你想卖的时候，即便是100股，你都得花很长时间，5股、10股这么卖，而且买卖之间差价是很吓人的。所以投资新手的话呢，你可以就买日交易量在100万级别以上的主流的 ETF。第四个误区呢，是基金经理可以帮我赚更多的钱。不一定啊，大部分的基金经理其实跑不赢指数的，那扣除费用之后呢，更加惨不忍睹啊！相信巴老爷子说的话，绝大多数的投资者，低成本的指数基金是最好的选择。好，我们最后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要点啊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搞清楚了共同基金和 ETF 它们结构上的差别，主动的还是被动的。那在我们的退休账户当中呢，我偏向于选择共同基金，当然 ETF 也可以，因为共同基金的话，它可以设置自动定投，但是在你的普通的应税账户，也就是券商账户当中呢，ETF 会更好一点，因为它税务上面是有优势的，而且灵活性更高。那选择的标准呢，你就选管理费低的，少于0.2%的，日交易量呢在100万股以上的，优先选择大盘的指数。那不管说你是选共同基金还是 ETF， 最重要的呢就是今天就开始，然后坚持下去。那如果今天的视频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个赞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现在是用什么来做长期投资的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